什么玩意儿啊！既不知道疼痛，又不知道疲倦的，我是打不动了，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。你该庆幸苏家家主选择了停手，要不然咱们已经败了。苏成河，他究竟对这些暗河弟子做了什么？行了，这闹鬼了吗？这是，今晚这是在跟鬼打架呀！家主，救我！算一算时辰，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。按叶押所说，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只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了。看来今晚注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。去吧，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。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像无心？差点被这几个籍籍无名的杀手给解决了，说出去还真丢人呢。你是师傅，快走！无心，你好好看看你的眼前，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5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4个，这比剑下还鲜了吧？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无心，看来应该听鬼医的话，此时用他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无心，退下。萧景霞，别动！萧景霞自小便心肠毒辣，所有的皇子都不喜欢她，唯有仁厚的二哥愿意跟她说话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家都以为萧景霞因为萧崇而改变，可其实
这条毒蝎根本就是我藏在二哥身边的。呵呵，萧楚河，你败了。曲哥，救我！我败了吗？我们走。要吃吗？大局为重吧，去看看二哥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青羽翼，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3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虫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虫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哼，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。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沐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。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这样都杀不了萧崇？为什么？大王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本应该是天衣无缝，可萧楚河仍能够找到方法破解本王的局。殿下息怒。白王府是如今天下唯一拥有2位剑仙坐镇的王府了。若是他的眼睛再能够看见了，可2位剑仙也没有天下第一有分量啊。我们要不要？还没到时候，但是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传信给宫里那位，让他尽快见本王。如剑仙怎么突然舍得抛开江湖，来我这清源殿了呀？我在江湖上游累了，就来国师的青云殿歇歇。不过客人可不能白来。那是啊，我的确是有些见闻啊，要和国师分享。哦，我在江湖上啊遇到了一个精才绝绝的少年，这个人呢是被寒水寺忘忧大师抚养长大的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他要来天启城。我想啊，如果他真的来了，那整个城里啊都会传遍他的名字，因为以他的个性啊，走到哪里啊都会掀起一片风云的。从他入城之时，我便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并以大龙象之力探之，但很快就被他发觉了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禀师尊，萧瑟公子求见。哦，他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请。殿下，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吊着。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告辞。
殿下，快请坐。晚辈知道钦天监只答天命，不问政事，因此一直没有来拜访您。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得不来叨扰国师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经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。就算我们几人联手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吴昕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。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？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。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。这新百草绝不可能。卞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月牙她还活着？果然是他。可月牙纵会药人之术，他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引，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。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。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，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。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，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哎，樊松兄弟，飞仙小弟弟，你们怎么在天启啊？哎，飞轩，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？按辈分，你应该叫他叔叔，我应该叫他叔公。哦，雷叔叔好。你叔什么叔啊？都把我叫老了都。哎呀，算了，能在天启城遇见故人，还真是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钦天监啊？我叫他们来的。所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见到谁？暗河大家长，苏长河。他昨日现身了，现在是赤王萧雨的人。什么？况且以你的剑术，现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放心，师父传了我儒者剑，我日夜修行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儒者剑？如今小师叔跟随谢轩先生学习儒者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先后2位剑仙教你剑术，你日后必成大器啊！不要以后，只争朝夕。好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自会告知你们。告辞。好。华神医今日没来吗？回圣上，华神医昨天偶感风寒，担心传染给陛下加重病情，特让徒弟沐春风前来诊治。回去禀明神医后，再决定如何诊治。严重吗？回陛下，昨日原本挺严重的，但今日有位先生来看过了，说是无大碍，不出几日就能入宫了。那就好。啊，虫儿的眼睛呢？已经治好了，只需再休养几日，白王殿下就能重见光明了。华神医的病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？
陛下，微臣担心此事会惊扰到陛下，故欺瞒了陛下。是谁动的手？是九皇子殿下，他伤了华剑神医后，还想伤二皇子殿下，后被百王府设下的机关所杀。老九，他不是向来都跟老二最亲近的吗？臣等也不知道其中缘由。陛下，请陛下节哀。老九，殿下，藏明，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若真是告诉了殿下，殿下一定会拒绝的。藏明陪伴了殿下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殿下的心思吗？可是，就算是我复明了，失去了你，身边又少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如今殿下重获光明，如同重获双翼，马上就能一飞冲天。少我一个无用的侍卫，又如何呢？所以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日，我被景太宫的宣令缠住，无法出宫。此事不用多想，定是那赤王所为。后来暗河杀手潜入白王府，多亏永安王派人及时赶到，才让他们没有一事得逞。是九皇子背叛了你，还伤了华锦神医。好在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治好了。那些最后想杀你的人，也被永安王他们击退。老九，怎么会是老九呢？二师父，老九人呢？被永安王他们提前布下的机关所杀，已经死了。老九死了。来之前，我见到了永安王，他与我讲了这一夜的经历。我很好奇，永安王为何如此帮你？他视我为兄弟，虽然我们有夺嫡之争，但是他坦然视之。皇位是皇位，兄弟是兄弟，在这一方面，我们所有皇子都不如他。尸体已经送往大理寺了，此事陛下说让蓝月侯详查。二师父，跟蓝月侯说，萧景夏误触机关，不幸殒命。殿下，不必多言。多谢谢轩前辈为华锦疗伤。哎，不客气。他在受伤之前，起了一排银针，刺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，七针所混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轩。那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
有点恶心。你想去后宫见宣妃？你了解宣妃她是什么人吗？我只知道，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。你父皇一生只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母亲，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不久就病逝了；另一个就是宣妃。但宣妃不仅仅是绝色美人那么简单，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，还有2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赴死，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叶鼎之，另一个就是如今冠绝榜榜首的洛清扬。这宣妃独处深宫多年，好不容易见了吴昕一面，你难道要告诉她，吴昕现在变成了药人吗？但是我需要她的血。吴昕是她的孩子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就知道，你决定的事，谁说也没用。皇叔了解我。我查过了，是赤王给的药，他同意了。可真的是药人之术吗？这不是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吗？药人之术，当年我们都亲眼见过。我在白王府看到的情景，与当年一模一样。而被作为药神的人，结局你也都应该知道。他曾经说，要带领我们暗河走向光明，彻底摆脱杀手的宿命。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他的欲望太强了，有时候欲望会推动我们前进，但有时候会带领我们走向灭亡。当初你说过，不让暗河卷入这场纷争。事已至此，无法回头了。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2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洛师姐来。萧瑟，你很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坏了，萧瑟。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赤王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罢了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啊！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太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可惜了。宣妃娘娘。不装了。萧瑟，
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两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，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，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，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
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？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呢？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！萧瑟！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简玉公公，就算替重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徐怀公，可是师父已经死了。萧瑟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肤体无伤，神色淡然，应非他人所害，当是自然而亡。这就是太医院给我们的结论。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锦玉的武功，若论内功深厚，恐怕在我们3个人之上。到底是谁震碎了锦玉的经脉？也或许，这个人的武功就是走的阴柔内劲的方式。徐怀公，可师父已经死了，世上会这门武功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哼，是吗？恐怕未必吧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没有放弃修炼这门武功，
当年师父留下残本，除了锦玉，我们都没有停止修炼。但是练得如何，练到何种地步，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锦玉的，在我们4人之中？嘘，这话可不当说啊！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，更不会什么虚怀功了。哎，不信，你们可以试试我。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，他是卓清的师弟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锦玉的，在我们4人之中？嘘，这话可不当说啊！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，更不会什么虚怀功了。哎，不信，你们可以试试我。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，他是卓清的师弟，这么些年来，也应该悟出了什么吧？张相见，你这是诛心之论呐！那要照你这么说，全天下的人都有嫌疑了。是你还是你？住口！我的好朋友死了，我诛什么都不为过。金仙，纵使太过悲伤，也不该说这样的话。是锦仙冒失了，但是锦仙的话并不收回。你说什么？殿下到！白王殿下。二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象你的模样。我想象过，你是身居某座山上的隐士，是写进千帆的天才书生。可没想到，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。二师父，其实你并不有趣。可如果这个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，该是多无趣啊！白王殿下，还请节哀啊！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选择我？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？而你却告诉我，你选择我，并不是希望我登基，享受荣华，而是因为你觉得值得。我知道二师父为何而死。这个皇位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二哥真是这么说的？哼，可笑！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白王一向谨慎，这局势未定，不会轻易出手。此子只可搁置，不要妄动。你是在责怪我吗，大剑？殿下，你就不后悔吗？本王想登天，登天本就没有平坦的路。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为任何一个行动后悔。大剑还是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吧。我早就帮你想好了，殿下，你还是适合在幕后运筹帷幄，
所以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。哦，是谁？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。是他吗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大将军，有客来访。不接。嘘，将军，好啊。退下吧。是。大将军，冒犯了。你们这5个太监啊，我也就见你顺眼点儿。其他那几个，长得要么像书生，要么像世家公子。哼。那谨言呢？低眉顺眼，笑容谄媚，一看就是奸臣样。不过，看着就是做太监的了。大将军，说笑了不是？行了，说吧。公公找我何事啊？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擅闯将军府，倒也不是什么小事。谨言所来，自有要事。如今明德帝病重，写下新的龙凤卷轴，他自然是迟早的事。良禽择木而栖。现在天启城各派都在选择自己的良主，我来是想问问大将军的选择是？你胆子不小啊！这是公然挑起党争，是死罪。但是输了的人才会死。当年陛下获得帝位，难道靠的不是党争吗？哎，我的选择，我闺女已经替我选了。永安王萧楚河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我的选择，这一点连陛下都不会怀疑。将军的选择是在白王、赤王、永安王之间。若是这3位，将军确实别无选择。但是，我要是给将军另外一个选择呢？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句是发自肺腑之言。你手上有什么？如将军心中所想，一封卷轴，卷轴上的名字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卷轴呢？大将军，你也太小看谨言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哎呀，这就算。
我怀疑是5大剑之一，第1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1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，但是，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好了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千洛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也喜欢雷无杰。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。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放下了。只有他还保留着。无心说过，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来了。陛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坐嘛。小神医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染上了寒疾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自然，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倒神医？你是小神医，怎么会染上寒疾呢？陛下，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施针。小神医啊，这些日子你在姑侄身上插了太多针了。姑得的病有这么难医吗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陛下，你有心病，这个华锦医不好。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你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也没有用，还要治好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陛下，谁是你的解铃人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他是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母后就死去了。虽然我们是皇子，却没有得受过对
多少的宠爱，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都敢欺负我们。太医，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？殿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弟弟在6岁的时候感染上了中风寒，医了好久也没医好，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。救救我弟弟好不好？殿下，不是微臣不救治，微臣也是无力回天，爱莫能助啊！你救救他吧！殿下，请回吧。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？流传在外面的说法是，在那个大雪夜里，我跪在门口，苦苦地哀求那个太医2个时辰。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但是这样的跪礼，对一个太医来说，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最后，把我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陛下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那是假的，那是姑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。实际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姑跪了2个时辰，但她还是坚持要走。于是我拔出了母后留下的那柄长剑，我一剑上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做无人问津的皇子。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要和我的弟弟登上天启的最顶端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低头看我们。后来，我成为了皇帝，我的弟弟成了北黎的大都护。莫说天启，就算北黎，整个的天下都畏惧我们。可是最后，弟弟还是死了。是我杀了他，都是因为我提不起勇气，害怕失去手上那些虚妄的事物。陛下，你为何不自称姑了呢？姑？或许每次想起弟弟若风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个哥哥。只有弟弟在的时候，哥哥才能永远的不孤单。皮川叔叔，这无聊的日子，厌倦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这刀都要锈死了。是有点怀念天启了，想去千金台赌一把，再去碉楼小筑喝一杯，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有萧瑟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。那也未必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。据最近传来的消息，明德帝最近病重不起。病重不起，王爷有什么打算吗？
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，突然间心生归意，便什么都来找我了。那便归吧，策马扬鞭，直逼天启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了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，随后宣布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解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意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意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健卓卿权势无双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些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卿最亲近的弟子。卓卿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武大健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孝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。只可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
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，我是天启一屠户的儿子。当时我拿了一把砍竹的刀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见你屠刀诛羊，却有在天下之气，可愿与我同占天下？”我却回了一句：“买肉吗？不买滚！”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巡街校尉。再后来，我成了先锋营的副将。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围攻，整个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我也只留下了一口气，是他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以后为了他，生死也情愿。这段故事，未曾听父亲提过。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了骠骑将军、上将军、大将军、先帝御赐金甲，封金甲将军之号。但是我依然愿意做一个追随在他马后的小卒。可是那天，他死了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了法场上。那件事情的1个月前，琅琊王突然降罪于我，以我治军不严，夺取了我的兵符。我知道，明德帝不杀我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一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
有能力，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等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罗山庄住了。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，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，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晨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。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晨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，
武大健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？哼，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，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殿下，叶孝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邪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。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。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贤侄啊，我监国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朝堂之上，对我也是满口赞誉的。你刚才那话可差点意思啊！既然皇叔为国为民，那我就告诉皇叔一件事。何事？15天后，兵临城下，天启危在旦夕。这么严重吗？琅琊军，琅琊军，这世上哪儿还有琅琊军？如今叶孝英的北离中军，加上个琅琊王，就是当年的琅琊军。小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我说的这支军队，如果集结起来，整个王朝便会覆灭。你不像是在开玩笑。王离大军2万人，禁军3000，天启成兵8000人，再加上1300名虎贲郎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。而琅琊军有20万，兵法讲究时而为之。
人都到齐了，已在屹立外结营。哎，三位叔父，你们说现在那些正赶来与我会合的旧部，是不是心情都很忐忑呀？毕竟当年副帅不让我去军中，我与他们并不相熟，甚至大部分人连一次面都没见过。哎呀，我之所以被叫做琅琊王，是继承了我父帅的爵位。我能有千军万马来迎，是因为我父帅的军威。可这些都与我没有关系。哎，你们说那些人见了我现在的样子，会觉得我配得上琅琊王3个字吗？也罢，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叶子营全体将士听令！是。从今日起，叶子营归队琅琊。琅琊，琅琊，琅琊！拜见王爷。诸军这些年辛苦了，我很高兴。既然诸军今日能够在这里，我一定不能辜负诸位。是时候告诉天下人，我们回来了。琅琊军回来了，请诸军告诉我，那里是何处？天启，天启！此去天启，要让这天下再看看我们琅琊军。琅琊军临，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从未认输，也从未离开。800里加急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军报！叶小英起兵叛乱，统领琅琊王旧部往天启城杀来啦！萧瑟这小子果然全部预料到了。圣上昏睡过去了，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姬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太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晨
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晨这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这小狼牙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，每次大宴的时候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狼牙王，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，看来狼牙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狼牙军近在咫尺，200里外的王离天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狼牙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，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民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狼牙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狼牙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晨、叶笑英都交好，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狼牙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1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狼牙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1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
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君不出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。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。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安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
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吼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。你姨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诗诗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2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，我可等不及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。君临天启，军队的军，还是君王的君？现在是军队的军，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。枪！战场上的号角声啊！长青，长青！陛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回陛下，琅琊军已经在天启城外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月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你说蓝月侯会带着王离天军去哪儿？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蓝月侯打算在城外直迎琅琊军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；第2种，蓝月侯自知没有希望，弃城而去了。不，还有种可能，萧楚河想故意引开蓝月侯，他想和叶笑英以及萧凌尘联手。那琅琊军岂不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天启城了？不会。虽然没了王离天军，但禁军、虎贲郎以及天启城的一众高手还是会重创琅琊军。好，我们去太安殿。殿下，此时何不避其锋芒呢？不，今日这一场好戏，我是必然不能错过的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，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。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，我们快死了。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吧。说来讽刺，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。琅琊军
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，啊？你确定？放心吧。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，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，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到时来取啊！出城，撤！20万大军，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马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可他们现在，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，我去趟太庙。撤！国师啊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
就算仙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。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逢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今番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祖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幼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哎，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。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
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狼牙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，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狼牙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不许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周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哼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，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监唯一存活之人。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，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哼，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，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、明德帝萧若锦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五大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，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晨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
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五大界为何坐视不管？重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。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？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萧氏皇族纵横战火40年，予以开国，历朝6代，传世123年，国运昌隆，万国朝拜。我萧氏皇族之大统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之？逆贼，当斩杀！逆臣已伏诛，还有谁想前来送死？怎么样啊，萧瑟？萧楚河，方才撕毁那卷轴的气势可还霸气吗？我可是想了很久了。我派机手去找你，你为何不直接回来，非要湖州说上这么一道？这样才有气势嘛！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血脉，岂有后退的道理？你萧楚河继承了琅琊王的衣钵，又怎有不战的道理？所以面对那些要祸乱朝纲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战，不退。